现在有些女人哈，真的是不是魔怔了呀？年龄越大，心态越不正常。今天我给一个90年的女生匹配对象哈，我给她介绍了个87年的男生，他还嫌年龄太大了，说87年的已经是油腻大叔了，生活中追求他的都是比他年纪更小的，他就没有跟大他3岁以上的男生谈过恋爱。然后呢，还给我看了几个聊天记录哈，表示呢她是很有市场的女人。那我就问她啦，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来征婚相亲呢？她说嘛，结婚一定得找个有诚意的男人，对不对啊？不想浪费时间的。她说啊，现在1线城市的姐弟恋非常盛行的啊，她想找个弟弟啊，行不行？就准老男人找小姑娘吗？我们也可以选择找年轻帅气的弟弟啊。于是她就从我的资料库里面看到了一个又高又帅的98年的男生，就非要让我联系一下。啊，那我就当着他的面哈，给这个男生就拨电话了啊。对方听完我的介绍之后啊，直接就说哈，老师，他是个大富婆吗？就算是我也不会要。你们说打不打脸吧？啊，咱到评论区聊聊呢。为什么说哈，有的女人她的认知太低了呢？我举个例子说，她们就是完全不清楚自己的价值，然后呢，对别人的期待和要求啊就非常的高。那她注定啊找不到合适的人的，但是他们会把这件事情啊归罪于是因为男生不够优秀的原因造成的。其实男生找不到对象的原因，往往就是因为穷嘛、丑嘛、情商低嘛，基本上啊就是这3点。那但是这批女人嫁不出去呢，是因为他们的要求太高了。那娶不到老婆的男的是因为太穷了，所以他们的这2拨人呢是没有办法结婚的。然后女人呢就一定会说哈，为什么要让我们去降低要求，而不是让男人争一口气呢？那这句话听上去哈，就特别像那些视频里采访的一些姑娘哈，张口就来了哈，100万、500万、1个亿，好家伙，好像你读清华北大都只需要张口一说就行了，你就可以去读了似的啊，10年寒窗不需要了。哎呀，好像在他们的眼里，这个有钱人也是哈，满大街都是啊，随便抓一个就是100万年薪。可是这个世界上啊，所有的事情它都逃不开28定律的，不是每一个人他都能读到北大清华的呀，也不是每一个人他都能挣到100万年薪的呀，啊，它不是一句话的事儿，哪有那么简单呀，对吗？而且他们这些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啊，要求还会越来越高，他们宁愿打光棍也不可能降低要求的。不管是什么样的年纪，都希望找个优质的男人啊，挣钱多的，条件好的。要记住啊，当你遇到一个各方面条件都很满足你的，那么他100%是不喜欢你的。有的女的哈，哪方面都不如男的，仅仅有个好看的脸蛋儿，哎，就想着怎么拿捏这个优质男人。他们就没有想过哈，优质男人有那么容易被你拿捏吗？一个强者怎么可能被一个弱者摆布呢？只有电视剧里啊才有这样的桥段的。如果你是图他的物质，那你就必须是提供情绪价值的一方，而不是他给你提供，明白吗？这个就是为什么啊，优质男人不可能做舔狗的啊。有的女的还经常说，哎，我看起来特别年轻啊，这句话也是够了哈，自欺欺人好不好啊？我就在这儿问你，20岁的小姑娘漂亮还是40岁的小仙女漂亮呢？同样五官的人，20岁的时候漂亮还是40岁的时候漂亮呢？你都40多岁了啊，各方面的机能都已经在降低了，那为什么你的要求啊比20多岁女生还要高呢？啊，我再问问哈，能满足40岁小仙女要求的这些男的呀，他们能不能找到一个20多岁的姑娘呢？你们说能找到吗？咱们到评论区讨论讨论，怎么样？相亲现场又来了一波狗血哈，39岁的男士跟36岁的女士相亲，在咖啡馆里，男士开门见山问女士啊，买房了没有？女士说没有啊。啊，又问女士买车了没有？女士说还是没有。啊，然后呢，他又瞪大了眼睛问哈，那你有存款吗？女士说也没有。啊，男士马上说，哦，不好意思啊，那咱俩觉得不太合适，看在没人是我二姨的份上啊，咱俩坐会儿啊就离开吧。女士这会儿憋了一肚子气不爽哈，说我就不明白了哈，你一个大男人来相亲，跟我这儿问这问那的，算怎么回事呀？难不成你还想跟我一个女的这儿蹭吃蹭喝吗？你的条件是比我好点，但是我是个女人好吗？女人嘛，嫁汉穿衣吃饭呀，你懂不懂啊？你凭什么这么硬气？然后男士就说哈，你今年都36岁了，工作也做了10几年了，每个月的工资吃光花光用光，就没有想过自己买房买车，也没有想过要存钱，而且你没有存款，你有安全感吗？哎，你想的就是以后嫁个老公呗，啊，能拿到一笔彩礼，然后呢就让老公买房买车，对吧？你书虽然读的比较多，但是你这个思想还在旧社会嘛？啊，都什么年代了哈，早就已经提倡男女平等了，好不好？你就看看啊，我读书的时候你也在读书，对不对？我工作的时候你也在工作，
我赚钱的时候呢，你也在赚钱，甚至你可能赚的比我还多呢。以前女孩子啊，连驾照都不会有，那现在呢，不但能开滴滴，还能开动车，还能开飞机。那国外都有女总统了呀。既然都这么平等了，那你凭什么还让我一个人去买房买车呢？所以你就是个索取型的嘛，只想拎包入住嘛。那我还有必要跟你谈下去吗？这女的马上就接过来说哈，那我是女的，我要生孩子呀，男女能真正平等吗？都说啊，女人生孩子就跑了一趟，难道你们男的就不应该给我们一些补偿吗？这个男的说哈，别，我可不一定想要生孩子啊。你要知道，你生的是孩子啊，不是生的我，对不对？你生谁，你找谁补偿啊？我又不指望他给我养老，以后啊，孩子长大了，他自己要是赚到钱，他能好好补偿你，好好孝顺你。你看哈，你生孩子承担的是生育的痛苦，我生孩子是承担的养育的恩德。所以这个孩子长大以后呢，他好好孝顺咱俩就完事儿了啊。我报答你干嘛呀？我补偿你干嘛呀？我要补偿的话，我补偿我妈不好吗？是不是这个道理啊？这个男的哈，真是能白活。不过你们觉得他说的到底对不对呢？咱们到评论区讨论讨论吧。现在到底是谁降低了生活质量呢？经常我都会听到一些女生说哈，找个条件差的男生结婚啊，会降低他的生活质量。那我怎么听呢都觉得这句话还是有点毛病。现在不管是谈恋爱还是结婚，还是婚后养家养孩子，基本上啊都是男人在承担经济开支，对吗？难道是女人在承担吗？好像也不是吧。女人之所以有这样的认知，是因为啊，有的女人她认为她不结婚的时候呢，她挣的钱都可以随便花，一结婚她就不能那么花了。如果能找一个有钱的男人或者挣得多的，就没有这个后顾之忧了呀。不但自己的钱可以随便花，老公的钱也可以归他。所以呢，其实真正降低了生活质量的是男人。咱们来算一算哈，一个普通的男生，就算一个月他挣1万块钱，如果他不谈恋爱不结婚，那他不比一个月挣几千块钱的你要过得舒坦吗？那个钱简直他都花不完好吗？发完工资除去了房租哈、水电1000多，一个月2000的生活费足够他吃得很好了。298的洗脚是刚需哈，隔段时间就去解乏，一个月呢也1000不到。喜欢的游戏皮肤直接全款拿下就好了呀，日子都过成这个样子了，我们还有一点钱也没花完，咱还可以给自己添置2身新衣服，时不时的呢带兄弟出去聚个餐，喝个酒，撸个串啊，一个月下来怎么也绰绰有余了。如果要谈恋爱的话哈，对不起，所有的焦虑和痛苦啊都来源于女生的物质需求。男人们真的不要再被女生拉低生活水平了，更不要去花没有身份的钱。真正喜欢你的女生，她是会替你省钱的，替你计划的，而不是一直在消耗你。所谓风吹哪页读哪页嘛，哪页难读啊就撕哪页嘛，谁爱我，我爱谁嘛。这样的神仙日子过着它不香吗？我看现在谈恋爱结婚明明就是男人在降低生活质量啊，怎么还变成了贼喊抓贼了呢？大家说对吗？为什么现在谈对象有这么难呢？主要还是男女之间啊防备心太重了。96年的女生跟93年的男生相亲之后哈，彼此都很中意，开始交往之后呢，没多久就出问题了哈。女生说男生见了几次面之后就动手动脚的想占她便宜，还问她可不可以做女朋友。笑话，你什么都还没有付出就想跟我确定关系吗？你怎么证明你的真心呢？怎么证明你的诚意呢？难道就是上下嘴唇一碰啊，几句甜言蜜语就完事儿了吗？我可不能随随便便就答应你了。但是男生却认为他跟你确定关系之后他才能选择付出更多嘛，关系不同哈，态度肯定是不同的。男生就怕自己付出打水漂啊，所以呢会着急跟你确定关系啊。女生呢就一直想要一个态度啊，怕男生得到之后就不珍惜，到最后呢很多的男生都会觉得女生又物质又现实，只认钱。女生呢就觉得现在的男生呢就会画大饼，没有什么任何的实际行动，稍微付出一点点就想来睡觉。你们觉得他们到底怎么办啊？咱们到评论区聊一聊。现在的年轻人啊，你可以不用再担心被催婚了，也可以坦然面对父母了，因为如今你们有了一个很好的借口啊。据统计哈，城市的适婚青年未婚率已经达到了 56.9%， 30岁以上的未婚人群呢已经超过了 20% 之多。未来这个比例可能还会有继续上升的趋势哈，也就是说呢，平均每5个人里面就有1个人是没有结婚的。晚婚或者不婚啊，成为一个普遍现象哈，大家都不急我急什么呢？说实话哈，这2年结婚人数真的是断崖式的下跌，9年的时间下降了 49.3% 啊，几乎是腰斩了。
这些现象啊，不止急坏了家长们，更急坏了专家。有的专家认为呢，结婚率暴跌是因为现在的年轻人以自我愉悦为中心，太过于追求自身的发展和快乐了，是最自我的一代人。但是我觉得恰恰相反哈。其实在婚恋行业这么多年，说句良心话，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真正有责任心的一代人。一般普通人呢，一生的目标概括起来无非就是成家立业4个字。但是现在的一些年轻人觉得自己立业不稳，根本无法为后代带来一个很优越的环境，支撑一个家庭谈何容易，所以他们才会选择不成家。以前的趋势的确是早结婚早生子，可如今呢，时代变了呀，大家更注重于个人的成长和自由选择结婚，从完成任务变成了一份沉重的责任。看看现在的钻石价格崩盘了吧，幼儿园区的生源减少了吧，教师也在过剩了，这些正是婚恋经济的缩影。以前热衷于结婚是因为结婚的成本低，现在结婚呢却要勤勤恳恳，不敢生病，不敢失业，不敢开销大，每一件事情都很容易磨灭掉一个人对于婚姻的热情，生活质量真的是断崖式的下跌。所以年轻人无论是选择结婚还是不结婚，都不存在对与错，他们已经是成年人了，有自己的道理和想法时代确实不同了，长辈们呢真的不用太过于纠结。大家说对不对呢？咱们评论区讨论讨论。咱们不要再被那3000万男光棍的数据给骗了知不知道现在中国的女光棍数量已经突破了，好多的女生还在做梦呢，还在挑挑拣拣呢，居高临下认为相亲就是给男生一个追求自己的机会。找个对象呢，既要男人帅又要男人有钱，既要男人有趣的灵魂还要男人有胸怀给他万般宠爱。谈恋爱呢，天天的就钻研怎么让男人对他挥金如土，怎么才能说3句话就能把男人迷成智障，如何才能让男人把他宠成小公主。40岁的男人呢就叫油腻大叔，可是40岁的女人呢却叫小仙女。小仙女们还天天的梦想着白马王子高富帅从天而降我都不想说了过去不管有多少人追过你，不管有多少人跟你谈过恋爱，事实证明你确实失败了败给了时间，败给了现实，这个就是被淘汰的结果。不管你觉得自己有多优秀有多么骄傲，大龄女生你的结局就是有家无室了，你必须降低标准，你们认可吗？你为什么一直都是单身嘛都说男的大龄单身一般都是因为他穷，而女人呢大龄单身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你们一直都认为自己是对的。有一个87年的女生她跟我吐槽她这几年的相亲经历嘛真的也是没谁了她说呢，这几年她相了不下几十个男生了，要么呢就是人选不合适我看不上他，他也看不上我还有呢，有的人还给他介绍离异带娃的，他觉得一结婚就有个娃了这也太离谱了。要不呢就是相处方式很另类，根本接受不了。总之呢没有什么正常人我让他举几个例子给我我给他分析分析。结果他说呢比如说有一次有一个男生呢，第一次见面都已经走到跟前了还拿着个手机各种在那儿对比最后呢我都已经把他认出来了，他还没把我认出来。然后人家还来了一句，你这个照片是 P 过的吧？都没敢跟你打招呼我怕叫错人了我这一听这话真的是多让人下头还有一次有一个男生出来见面连杯奶茶都舍不得买还别说请我吃饭了，就让我直接去公园里找他。见到人了之后他呢就带着我在公园里快走了好多圈。他说呢这是顺便锻炼个身体。哎呀，我当时就在想你这是到公园锻炼身体顺便相个亲吧。哼，当时我还穿了一个几厘米的小高跟鞋我就连走带跑的跟他走了好几圈气喘吁吁的顺带着聊了一下彼此的情况。你说这情景是不是跟周星驰的电影情节都差不多了当时没把我给累死了，回家发现脚都肿了。后来呢还有一位接触了一段时间之后嘛，我就觉得不太合适也不太喜欢我就说我们不接触了吧。结果呢没有过2天这个男的就把这2个月所有的花销都记在账上了让我跟他 AA 分账。还有他送我的礼物一定要还给他。
我当时真的有点气都不打一处来了，这还算不算个男人呢有没有点气度啊？难怪他脱不了单了，找不到女朋友呢，这不是活该单身吗？那我就问他了那你知道为什么自己也单到了现在吗？你找过自己的问题吗？我就跟他说其实这几个男生的表现也并不奇葩，你不觉得你自己也有些问题吗？首先你说你把你那个照片都 P 成那样了，人家认不出来了，这不是很正常的事吗？这个其实是你自己的问题，不是吗？因为他是个直男嘛，所以自然就脱口而出了嘛。其实这样的男生他也没有什么心眼人应该是不错的，就这一句话你都不会选他了，对吧？第二个男生呢，之所以他很随意的跟你去见面是有他的问题，但是你也应该事先问好到底是到哪儿约会具体咱们是什么形式等等嘛。你都30多岁的人了如果你知道是去公园，你为啥要穿个高跟鞋呢？这个你也不能全怪对方的，对吗？这个基本常识嘛，好不好？第三个男生呢，我觉得虽然他有点过激了，但是也不是不能理解的。我们要想一想一个30多岁的男人应该没少相亲的，他们男人这个恋爱成本确实挺高的，现在最后他越往后相亲他越不想花了，不成的话大笔的钱他肯定是要想要回来的呀，他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对吧？所以呢也是能理解的，但是你的问题就是你都理解不了他们这些人为什么会这么做。咱们真的还是要多从自己身上找找问题的，大家说对吗？妈呀，90年的女生就说自己不想结婚了，急得她妈妈一个劲的求我帮帮她女儿。今天一位家长带着女儿来找我，一看这位母亲就很焦虑，她坐下来就一直在跟我说她女儿的情况。90年的，之前也谈过恋爱没成功，后来就来相亲，家里亲戚朋友给介绍了不少，就是没有相成的，要么就是他看不上人家，要么就是人家看不上他。后来呢还勉强的接触了一个，他还是说没啥感觉，也不想再继续接触下去了。哎呀，这不实在没辙了吗？才想着带他来这看看。结果他女儿不太给母亲面子他说了一番话我也是很无语了他说我其实已经不太想考虑结婚这件事情了，过完生日我都34岁了，老家说的话虚岁都35了，目前工作还辞了，我还要重新找工作，我没有那个精力和时间去找对象谈恋爱。再说了，我这把年龄了我也知道自己找不到什么特别好的，目前最有可能的顶多是自己要个孩子，可是就我现在也算高龄产妇了吧。之前我也想过要嫁人，我做到了会持家，会照顾人，会包容理解和同理心，我也不物质，对他也很好，但是我还是被分手了。我一直在努力的工作就想证明给那个人看看我不比别人差，但是呢觉得没有什么意义了。那段时间里我想了很多很多，因为我会自我怀疑，我甚至疯狂的打压过我自己，我会觉得自己为什么这么差劲，为什么就是不能变得很好。而且我经常会在心里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社会为什么无论你多么努力都不一定会被人认可。我做到了那么多，不管你多么会持家，多么贤惠懂事，你都不会有多少价值的会被认定你是个失败的人，是一个没有追求的人。也许我真的很差劲，我知道我也没做错什么，可能他的离开不是因为我做错了什么，而是他不再需要我了吧。现在的这个社会对一个人的价值的评价就是你这个人有没有什么家庭背景你到底能赚多少钱。我现在觉得这一切都没有意义了，我就想做我自己了，我就想做一个自由自在的自己，我喜欢睡懒觉我就睡懒觉，我不想做饭我就不做饭，我不想谈恋爱不想结婚，我现在只想做个心安理得的废物不行吗？没什么不好我跟他妈妈听完了他这番话我们都沉默了。其实我还是有点能理解他的，你们说对吗？我想再次奉劝大家谈恋爱你一定要速战速决，特别是相亲认识的人。为什么呢？谈得越久越容易分手，如果两个人已经结婚了真的不同，双方容易冷静下来嘛大家再去解决问题。而没有结婚的人呢，一般都是从此错过。今天有个姑娘跟我说她感觉跟男朋友快分手了该怎么办都谈了5个多月了我就问她，那你们推进到哪一步了呀？她说自己属于比较慢热的女孩如果没有什么感觉呢，就不想确定关系，也什么都不想做先处着看呗。
而且自己家里的教育呢也是属于比较传统保守的，所以呢谈恋爱他是从来不会主动的，并且呢自己也是拒绝婚前性行为的。所以到现在他们的约会呢只局限于在一起玩哈，看看电影，吃个饭，或者呢去运动运动，最多呢有个拥抱哈，连接吻啊他都是比较抗拒的。那我就问他了哈，男生有没有带你见过他的好哥们好兄弟，或者提出来见过家长啊？他说朋友倒是见过几个哈，见家长呢提过的，但是自己拒绝了，那时候觉得还没啥感觉啊，不太确定，所以就没去。就这样哈，5个月了还没确定关系。男生之前呢跟他表白过一次啊，他跟男生说觉得自己还没准备好，后来呢男生就再没有提过这事儿了。但是当这个女孩自己已经开始逐渐接纳这个男生，也有些喜欢他了的时候，对方的态度却已经越来越冷淡了。那我就跟他说哈，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可能真的是要分手了，除非你现在主动去找他，改变一下你的相处方式啊，或者呢是你跟他聊一聊，试一试，还可以自己跟他表白一下。结果他说啊，他根本就做不到这么直白和主动。我说那你如果还希望他跟以前那样啊，以你为中心啊，可能不太容易了，因为每个人的付出和耐心都是有限的。你内心是喜欢他的，但是呢你所表现出来的行为呢都是在拒绝他，那么对方只会认定你是不喜欢他的，他会觉得自己已经尽力了，你仍然不喜欢他，那他为什么还要继续付出时间和精力呢？所以谈恋爱一定要速战速决哈，除非你不想结婚，否则呢谈到3到6个月就可以推进结婚的事了。女生不要那么慢热了啊，非得等到有了感觉才行。男生呢是没有那么大的耐心的啊，我告诉你，但凡半年1年谈下来，你们2个的约会还停留在吃饭看电影聊天啊，双方家里人朋友都没有深入的接触过了解过啊，也没有谈婚论嫁的事儿啊，也没有具体商量过什么细节，那你这个路子真的是走歪了啊！就这么谈下去啊，别说谈个半年1年的，就再给你2年3年的时间，都是在浪费时间。大家觉得是不是呢？你脑子进水了？你咋知道呢？